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ive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可能跟你我的生活都超级相关，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的一个危机——台湾的幼师荒。你可能听过这个词，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有多夸张。你想想看一个场景哦，一间幼儿园要找老师，结果招聘公告贴出去，一路招到第6次，还是没有半个人来报名。你没听错，不是招不到人，是连一个来应征的都没有。这还不是最惨的，有些学校甚至要招到10几次，超过10次哦，才勉强找到人。这就引出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大问号：为什么我们的幼儿园会沦落到这种找不到老师的窘境？那些我们辛苦培养、受过专业训练的幼教老师，到底都跑到哪里去了？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巨大的结构性问题。今天我们就把它一层一层彻底拆解开。OK， 为了一步一步搞懂这个盘根错节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分析会分成4个部分。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来看看消失的老师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多严重。接着，第二步，我们会深入挖掘最核心的透点，也就是同工不同酬的残酷真相。再来，第3步，我们会分析这个不公平的制度是如何形成一个高压锅里的恶性循环，让情况越来越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4步，我们会一起来看看，面对这个困境，我们到底该如何留住好老师。好，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消失的老师现象。这个标题“老师们去哪儿了”其实不是一个问句，而是现在整个幼教现场最真实也最无奈的呐喊。所谓的幼师荒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那到底有多严重？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关键数据，数字会说话。30%、30%，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在台湾的公立幼儿园里，代理教师的比例近年来一直都维持在30%左右。30%是什么概念？意思就是你随便走进一间公立幼儿园，放眼望去，每10个老师里面可能就有3个是代理老师。这个比例，如果你跟国小、国中相比，可以说是高得非常非常离谱。这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代表的是教学品质的不稳定。你想想，孩子们可能今年才刚跟 A 老师建立关系，明年 A 老师走了，换成 B 老师，后年可能又换成 C 老师。对于最需要安全感跟稳定依附关系的幼儿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忧，对他们的学习连续性更是一种伤害。而且这还不是短期找不到人就没事了。我们从教育部自己的职缺媒合平台来看，数据更惊人。很多幼儿园从去年5月开始招募正式老师，招不到；7月开始招代理老师，还是招不到。结果一路这样招啊招，招到今年1月，整整超过半年，网站上竟然还挂着一堆代理老师的职缺。这说明了什么？这代表这个人力缺口已经不是季节性或暂时性的问题，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崩坏，是一个破了洞的水桶，水一直流出去，根本补不起来。好，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幼教老师这么缺？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要来看看整个问题最核心的病灶。第2部分，残酷的薪资真相。我跟你说，这场幼教危机的核心其实就4个字：同工不同酬。在同一间幼儿园里，做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照顾着同一群孩子，但只因为身份不同，他们的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我们来认识一下这2种身份。首先，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教师。要成为一位合格的教师，过程非常严谨。你必须要修完正规的教育学程，去学校实习半年，最后还要通过国家举办的教师资格检定，拿到那一张薄薄的但得来不易的教师证。重点是，他们适用的是教师法，这代表他们的薪资、福利、退休金等等是被纳入国家整个正式教育体系来保障的。再来，我们看第2种，叫做教保员。他们一样是专业人员哦，
都是幼儿教育或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毕业的。但重点来了，他们适用的法律是劳动基准法，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熟悉的劳基法。你看哦，光是适用的法律跟本大法不同，就已经为后面所有不平等的待遇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OK， 我们直接来看这张比较表，你会看得更清楚，这个差距有多么血淋淋。左边是教师，右边是教保员。你看，适用法律，一个是教师法，一个是劳基法。光是起薪，在公立幼儿园，同样是大学毕业，教师的起薪大约是46700，但教保员大概只有4万。再来，这点很关键，教师有寒暑假，可以备课进修喘口气，但教保员没有。教师有年终奖金跟考核奖金，但教保员通通没有。甚至连怀孕生小孩要请的产假，教师的福利都比教保员来得好。你说这合理吗？明明每天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但就因为这一个法律身份的不同，所有的福利待遇就出现了这么巨大的鸿沟。我们把焦点再放大一点，光看薪水就好。在公立幼儿园，同样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个月起薪就差了6000多块钱，一年下来就差了7万多，将近8万块。这对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这笔钱可以做好多事情了，对吧？而且这还只是起薪哦，我们还没算上各种奖金，还有未来每年薪资的调升幅度，那个差距只会越拉越大。之前就有教保员在网络上很心酸的分享，他问主管为什么我的产假天数会比同事还要少呢？结果他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停顿，是一句非常冰冷又无奈的话，因为你适用的是劳基法。这句话真的非常刺耳，对吧？这已经不只是钱的问题了，这是对一个人的专业，对他付出的劳动，一种制度性的不认同。当你每天辛苦付出，却因为一个身份标签，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得到的保障硬是比别人少，那种相对剥夺感跟失落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最讽刺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他们每天实际在做的工作内容。左边教师的工作，规划课程、带领团体活动、管理班级、评估幼儿发展。好，我们再看右边，教保员的工作，规划课程，带领团体活动，管理班级，评估幼儿发展。你看，根本一模一样 ，Ctrl C Ctrl V。在幼儿园现场，你根本分不出来谁是教师，谁是教保员，因为他们都在第一线带孩子喂饭、换尿布、做教学。甚至有教师工会指出，现在很多县市在联合招考教师跟教保员的时候，考的还是同一份试卷。用同样的标准筛选进来，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却领着不同的薪水，享受着不同的福利，这就是同工不同酬最血淋淋的现实。好，当我们理解了这个同工不同酬的核心病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不公平的制度是如何像推倒骨牌一样，一步一步的把整个幼教环境推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这就像把所有问题都丢进一个高压锅里，盖子盖起来，压力只会不断升高，直到爆炸。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5个步骤，像一个死亡螺旋一样，一步一步往下沉沦。第一张骨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低薪加上高压的工作环境。当这张骨牌倒下之后，就会引发后面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才外流、师资短缺、放宽标准，最后导致整个专业形象的贬值哦。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步，低薪。刚刚我们看到公幼教师的起薪大概46000，这已经是幼教界的天花板了。一旦你离开公幼教师这个窄门，薪水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你看非营利幼儿园大概41000还行，但准公共只剩下33000。最惊人的是私立幼儿园，政府目前没有强制规定薪资上限或下限，只要求不能低于基本工资。也就是说，一个辛辛苦苦念了4年大学、受过完整专业训练的幼教老师，在私立幼儿园很可能只领到28000、29000，这个薪水跟在便利商店打工差不多，甚至更低。你说我们要怎么留住人才？
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二步，人才的大量流失和外流。有立委就曾经在质询的时候指出，台湾训练出来的幼教人才其实品质非常高，在国际上是很抢手的。像是新加坡、澳门、香港这些同样是华语的地区，都非常欢迎台湾的老师过去，而且他们开出的薪水是台币4万到5万起跳。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市场机制，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幼教毕业生，在台湾的私幼可能只能领不到3万，工作压力还超大，但去新加坡可以领5万，环境可能还更好，你会怎么选？这就是典型的人才外流。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最后都跑去为其他国家服务了。好，人才都跑光了，又没有新人想进来，自然就造成了第4步的严重师资短缺。那怎么办呢？学校总不能开天窗吧？于是政府跟学校只好祭出第4步，也是最令人忧心的一步，不断的放宽代理老师的资格。这个招募流程是这样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不断降低标准的过程。第一招最理想的当然是找有教师证的合格老师，结果找不到人，好，没关系，进到第二招，标准放宽一点，找有教保员资格的。如果再找不到，重点来了，就进到第3招，这时候资格会放宽到只要是任何大学科系毕业的人都可以来应征。你没听错，不管你念的是哲学、是历史还是物理，只要你有一张大学文凭，你就可以去当代理老师，去照顾我们3、4岁的孩子。如果3招还找不到，那就用这个大学毕业的资格，继续4招、5招，甚至招到10几招。这种做法就直接导致了这个恶性循环的最后一步，也就是幼教专业形象的彻底贬值。就像第一线的老师很无奈地说的，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来做这份工作，那我老板为什么要多花钱去聘一个有教师证的专业人士呢？甚至社会上会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觉得照顾小孩嘛，高中毕业有爱心就够了啦。当一个专业的门槛被制度性的一再降低，整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尊重跟认同度就会跟着一起崩解。这就形成了一个最可怕的循环，环境差导致缺人，缺人只好降低标准，而降低标准又让这个专业的价值被看扁，导致环境变得更差。我们再回头看这张图，你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幼儿园的代理教师比例会飙到30% 这么高，而国小、国中可以控制在15%以下。因为国小学的法规里有明确规定正式教师的员额比例，你不能无限制地使用代理老师来填补人力。但是公立幼儿园竟然没有这个规范，这代表什么？理论上，一间公幼从园长到老师全部都用代理老师也是合法的。这等于是我们的制度从根本上就默许了幼教现场师资的不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匪夷所思的漏洞。除了低薪和制度问题，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近年来，一些疑似虐童的案件被媒体不断放大报道，虽然最后有些案件被证实是乌龙一场，但已经对整个幼教界的形象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有学者就感叹，台湾社会在发展儿童权利的时候有点过度倾斜了，我们把老师想象成是一个好像一定要打倒的敌人。在这种极度不信任的氛围下，家长动不动就投诉质疑，老师们每天战战兢兢，动辄得咎。你说在这种环境下，谁还敢投入这个行业？留下来的人又能撑多久？OK， 我们刚刚花了蛮长的时间，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梳理清楚了。从最核心的同工不同酬问题，衍生出低薪、人才外流、师资短缺，最后政府只好放宽标准来应急，结果又进一步伤害了专业形象，形成一个不断下沉的可怕恶性循环。好，既然我们已经把病因找到了，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该怎么办呢？到底该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循环，把好老师留下来？其实，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和相关的教师工会早就已经提出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解方。我们来看看几个最关键的改革方向。首先，
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就是全面提高各类型幼儿园的薪资，不只是公幼，包含非营利、准公共，甚至私幼，都应该要有合理的薪资楼地板保障，让薪水能够真正反映老师的专业价值。第二，降低师生比。现在一个老师要带15个孩子，压力真的太大了，根本分身乏术，很难兼顾到每个孩子的个别需求。应该要逐步走向1:12，甚至更低，才能让老师有喘息的空间，提升整体的照顾品质。第三，强制规定班师比，确保每个班级至少要有2位老师，避免出现一个老师独自面对一整个班级的崩溃窘境。第四，落实真正的同工同酬，让教保员也能享有跟教师一样的年终和考核奖金，这才是对专业的尊重。最后，建立一个独立公正的第三方申诉管道，当老师遇到不公平对待或跟家长有争议时，才有一个可以安心求助、获得支持的地方。总归一句，就是要全面性的改善劳动环境，才能把那些有证照、有热情的专业人才重新拉回幼教现场。说到底，幼儿园是我们孩子离开家庭后接触到的第一个小型社会，是他们教育的起点。一个国家的未来，其实就是从这些小小的教室里开始萌芽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不稳定的师资、同工不同酬的制度，以及整个社会对专业的不尊重，正在一点一滴侵蚀我们教育的根基。当我们愿意花大钱去盖高楼、铺马路、发展科技，我们是否也准备好为我们下一代的启蒙教育，为这些默默付出的老师们做出真正有意义的投资了呢？这个问题，我想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深思。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分析了台湾幼师荒的困境，核心就在于教师和教保员同工不同酬，这造成了低薪、缺工、专业贬值的恶性循环。而解方就在于全面提升薪资福利与改善劳动环境，真正尊重幼教的专业。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